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秋天是红薯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这个时候的红薯新鲜好吃又便宜，趁这个时节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薯。今天我就分享一个红薯最近很火的做法，饭店一锅卖68，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6块，出锅皮薄馅大又多层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油条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新鲜的红薯，洗净后用刀把两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去掉。去皮后再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。切好后再切成细丝，如果想偷懒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。最后切成这样子的细丝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，把红薯丝的水分腌出来，把红薯丝腌软。接着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软。接着准备一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装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根大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葱花。切好后装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装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5块钱的猪肉，猪肉我们最好选这种有肥有瘦的，这样会更加的好吃。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给它剁成肉末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用绞肉机绞成肉末。我个人觉得用刀剁出来的肉末比用绞肉机绞出来的肉末会更加好吃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最剁成这样的肉末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粉丝已泡软了，再把泡软的粉丝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这样子的小段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红薯丝已腌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看，现在的红薯丝已经变软了许多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腌制好了。接着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红薯丝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包起来，用力挤干红薯丝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挤出来的红薯汁儿不要扔了，我们留着等一下和面用。再把挤干水分的红薯丝放在案板上，用手抖散开，然后用刀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随便切上几刀就可以。就要切成这样子的小段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和一个面，碗中放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用刚挤出来的红薯汁来和面，边倒边用筷子搅拌，如果红薯汁不够的话，再加一些清水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，再盖上保鲜膜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放一旁，醒着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炒一下馅料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肉末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翻炒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，翻炒至肉末变色。
肉末炒变色以后，再加入葱姜末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这里需要多炒一会儿，尽量把肉末的水分炒干一些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香。大概需要翻炒5-6分钟的样子，翻炒至肉末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加一勺香菇酱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再把胡萝卜丁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胡萝卜丁翻炒至断生，大概需要翻炒2分钟左右。胡萝卜丁炒断生以后，再把粉丝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一勺生抽，加一勺蚝油，加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一点点食盐，盐不用放太多了，随便加一点点就可以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匀后，再把红薯丝倒入锅中，快速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大概需要翻炒2分钟，把红薯丝炒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红薯丝炒软以后，再把葱花加进来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。像这样我们非常好吃的红薯丝馅料就做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香菇酱的香味和红薯丝的香味，闻着就好有食欲。先给它放一盘，放凉备用。接着在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，不用揉面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6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依次处理完，全部处理好以后，给它放一旁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取一个面团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，尽量擀得薄一些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长方形面饼就可以。再放上刚做好的红薯丝馅料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均匀的铺在面饼上，边缘1厘米的地方不要放馅料，馅料不需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一层就可以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先两边对折过来，用手按压一下，把两边的馅料给它包裹住，尽量按得紧实一些。按压好以后，再选择一头给它卷起来，一边卷起一边用手按压，最后卷成一个毛巾卷的形状。像这样子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全部做完。接着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生胚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后，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蒸的时间不要太长，时间太长了，红薯丝蒸面了就不好吃了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看一下颜色漂亮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透过饼皮都能看到馅料的颜色，像这样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，非常好吃的红薯丝卷饼就做好了。还是第一次用红薯这样做，做出来的效果让我非常惊艳，皮薄馅大，晶莹剔透，而且两头都是封住的。我们吃的时候一点也不担心馅料会掉出来。再掰开一个看看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，层次丰富又分明，每一层都有红薯馅。
红薯这样做尽量保留了红薯的原汁原味，咸香中带着红薯的香甜，加了胡萝卜和粉丝，吃起来味道更加丰富了。这样做的红薯丝卷饼，我家孩子都能吃上2-3个，真的是比包子还要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